哎呀，你还不赶紧爬上去！哦，我们就来上海人啊！繁华的旅游小镇被彻底的改变。有一些人必定将会对这场灾难比其他人更记忆犹新。勇敢勇敢，哇哇哇哇！哇！2020年6月，阳朔遭遇了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洪水，街道变成了河流，仅有几条高一点的路避免大水涌入。商店、高速公路、家里都浸满了水，让人们在看似安全的家中和被洪水淹没的门外做出选择。水主要从附近的2个水源汇龙河、金宝河流入到镇上。这个来自摄影师陈念的360度全景照片，显示了阳朔主城区的一个大型十字路口。它所通往的4条主街道无一不受影响。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是镇上的新开发区，行驶到甲秀桥上的车辆被一一困住，因为两边都长满了大水。救生艇冲过来，营救被持续升高的水面困住的人们。现在我们就在视频中的那个桥上，甲秀桥现在洪水已经退得差不多了。那天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桥面，但是周围全部的东西都在水下面。此次破坏的规模是空前巨大。水位大概这个位置，它1楼全被淹了，然后它现在正在清理。就是洪水过后，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厨房变成这样，因为这是30-40年前建的，全是用泥砖建起来，所以一泡了水就全部倒塌。并不只有老的泥砖房才面临风险，还有救援队，无论是官方的还是自发的，他们全部都游走在街道上，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。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，有些人争先恐后地把车停在高处，而其他的就没那么幸运。据说一个地下停车场有300辆汽车都在申请保险。
是那些蓝色屋顶的房子上面有一些泥巴留着，所以当时的洪水肯定高到已经超过那个房子的屋顶了，所以才会有泥巴留下来。水一路翻滚肆虐。一个严酷的提醒就是，当自然被激怒时，它将是这个星球上最终极的危害。I think I reached the end of the trail. 这个高度的无人机画面显示了利乌河，河水泛滥绵绵至几公里外的每一条山谷，摧毁着大量的土地。但附近这里河面的大小就已经扩张到了平时的10倍，而实际受影响的面积还要远远大得多。在那个墙上看到这里有垃圾，所以过来看了一下，结果想不到这里的垃圾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多。这都是洪水之后人们把垃圾运过来的，作为一个临时很好的，那里都看不到头。这些像山一样的垃圾，只是这次洪水的其中一个影响而已。像这样的场景，是灾难过后留给我们最明显的毁伤。然而，我们更应该担忧的是，未来有发生更大灾难的可能性。在中国，全国首次开展重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全国调查已经开始，描述的这起洪水已经给他们